3回、啊。你敢打嗎？你能死3回、啊？你敢打嗎？你能死3回、啊？你敢打嗎？来，到背後來。你打我，打我，你打我呀！我3個人一塊幹你！你打我呀！這是赤裸裸的挑釁行為啊！他一直在對我們的黨員說，叫我們黨員站到他背後去。不客氣就不客氣，來啊，不客氣，來。知道中共就是厲害，中共就是有武器，中共对人民就是狠。來！啊！救命！事发2026年1月4日，美国洛杉矶时间下午，也就是中国北京时间1月5日上午，在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中国海外流亡民运党派組織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美西黨部在大使館門口舉行和平抗議中共活動集會，抗議主題名為習近平的新年賀詞不是粉飾太平的工具。就在抗議活動和平進行期間，領事館僱傭的安保人員與現場美西黨部黨員發生激烈口角。我做保安工作，你我嗎？你從我背後打我嗎？你有槍是要打我嗎？啊！你能死3回啊！你能死3回？你敢打嗎？你敢打嗎？你能死3回？你敢打嗎？來，到背後來。你打我，打我呀！我3個人一塊幹你！你打我呀！你敢打你打呀！你到背後來！我告訴你，你到背後來！我直接去告你，我直接告你。FBI 是你家開的。我到保安協會去告你。好，這是赤裸裸的挑釁行為啊！他一直在對我們的黨員說，叫我們黨員站到他背後去，然後他會對我們使用武器，並且叫我們摘掉眼鏡。這是赤裸裸的挑釁和威脅。是不是站我背後？你要他對着我面打嗎？你還不敢打？我們全世界的華人都可以看一下。這是中共在這邊請的安保公司對我們在進行人身的威脅和挑釁，他一直在重複叫我們站到他的背後去，並且叫我們摘下眼鏡，他會對我們使用武器，並且威脅我，他有槍，並且威脅我們能死3回嗎？在錄像裡面前前後後都有完整的，知道中共就是厲害，中共就是有武器，中共對人民就是狠，我就站在這裡，你們3個人可以現在拿槍把我槍斃掉。對啊，你想槍斃我嗎？你們戴了口罩，你為什麼對我們進行挑釁和威脅？啊！你們的工作範圍是院牆以內。你叫我們把眼鏡摘掉，你把口罩摘掉。對呀，讓全世界看看你的臉。對呀，摘嘛。摘嘛，你把口罩摘了，我們就把眼鏡摘了，好不好？你在中國受到了什麼好不好？不客氣就不客氣，來，不客氣，來。在現場對峙中，保安多次要求美西黨員移動到其身體後方，並摘掉眼鏡，被美西黨員當場識破，指責他企圖躲避監控，並預謀使用武力或非致命性武器等手段，對他們進行人身傷害，然後反覆質問保安：你們是否要動用刀具、槍支或其他武力工具？保安明確回復：只要你敢來到我們身後，你信不信我們3個保安一起打你，甚至打死你？美西黨員隨後指責保安對他們的挑釁和死亡威脅，發出質問：中共就是這麼對待中國人民的嗎？保安發出強烈警告：你們要是再這樣，我們就不客氣了。隨後事態進一步升級。來，操他媽！不要走啊！不要走，过來！他媽的逼這個鳥毛警察！弄來！操你媽的！槍斃我！這裡有全程這個錄像直播啊！對，他媽的朝我噴胡椒粉！我操！我要幫助！911在哪裡？啊！從拍攝畫面中可以看到，保安毫無顧忌地向抗議的美西黨員面部噴灑了大量的胡椒化學製劑。該保安使用的胡椒噴霧屬於警用戰術級別的高性能版本，主要成分為辣椒素。在這場突如其來的暴力衝擊中，共有3人面部被直接命中，其餘黨員在轉身躲避時也不同程度受傷。尤為嚴重的是，拍攝這個視頻的人竟遭到連續2次大劑量的胡椒噴霧傷害，強烈的化學刺激令他的身體產生劇烈反應，痛苦萬分。先報警！救命啊！
然后呢，被铐起来了，已经是被铐起来了。来，对，铐起来了。只有2个人吗？铐起来了。只有2个人是吧？3个人吗？是还有2个？就1个人。只抓一个，只抓一个。哎，别上动！由于受领事馆保安胡椒化学制剂大剂量的攻击，现场伤势最重的拍摄者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同仁们随即拨打了美国911紧急求助热線，洛杉矶消防急救人员迅速趕到，將受害人緊急送往醫院救治。與此同時，洛杉磯警察局警員在詳細核實衝突經過及現場照片和視頻證據之後，果斷採取行動，將中國駐洛杉磯領事館聘用的行兇保安當眾逮捕並帶走。涉案保安之後將面臨的加州法律指控有非法使用胡椒噴霧化學製劑。指控理由：胡椒噴霧在加州僅限用於正當防衛。現場視頻顯示，抗議者僅處於言語抗議階段，保安主動噴灑，屬於非法使用刑事毆打罪。指控理由：該保安違背他人意願，故意且非法地使用化學製劑，接觸他人身體並造成傷害，使用可能造成嚴重身體傷害的武力進行攻擊。指控理由：針對拍攝者遭到連續2次大劑量噴射導致送醫的情況，該行為可定性為足以產生嚴重身體傷害的重罪攻擊，剝奪侵犯公民權利。指控理由：在公共區域使用暴力，干擾受憲法保護的集會與政治表達。如果以上4條核心指控成立，受害人可通過民事訴訟要求保安及其雇主安保公司支付賠償，預計總金額在30萬至50萬美元左右，而且該保安的職業生涯將徹底終結。加州安保執照將被永久吊銷，並面臨2至4年左右的監禁。此外，作為雇主的安保公司雖然通常不承擔刑事責任，除非公司高層直接受益行兇，但公司會因為疏於雇傭和管理不當，而在民事法庭被判處巨額罰款，甚至面臨被吊銷營業執照的風險。說到這，肯定會有人問，為什麼幕後的真兇中國共產黨不會為此次作惡事件擔責任？因為在美國法院的眼中，誰動手誰負責是刑事執法的基本邏輯。雖然中共是行兇保安的雇主，但是他可以利用2條核心法律為自己開脫。第一條，外交豁免權。根據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外國領事館及其外交官享有一定程度的司法豁免權，也就是說，美國地方法律無法直接逮捕或起訴一個外國政府或其政黨，即便抗議者在政治上認為這是中共指使的，但在法律程序上，領事館作為一個外交機構，受到國際公約的保護，美國警方無權進入領館內部抓捕官員。第2條，第三方外包關係。中國駐洛杉磯領事館，中共通常不直接僱用本國人擔任外圍安保，而是聘請美國本土的私營安保公司。這些保安作為美國註冊企業的員工，其身份具有僱傭兵性質。在領館圍牆外的公共人行道執勤時，這些美國公司僱員必須100%遵守加州法律與美國憲法。這種外包模式在法律上實現了責任切斷。安保公司需負責員工培訓，一旦發生非法傷人事件，法律將首先追究實施行為個人的刑事責任，以及派遣公司的民事雇主責任，而非直接指向領事館。這有點像中國的勞務派遣制度，派遣員工在工作的公司出了事，最後公司把所有該承擔的責任推給勞務派遣公司。所以綜上所述，安保公司和保安成為了這起事件在法律上的替罪羊或責任承擔者。即便他們是受雇辦事，但只要在美國的土地上違法，美國法律就能抓到他們。而背後的雇主中共領事館則利用了外交豁免權和第三方外包關係，規避了直接的法律訴訟。視頻的最後，我想說一些心裡話。坦白說，在很久以前，當我聽到跨國執法、跨境綁架、秘密警察站這些詞彙時，內心多少是帶着一絲遲疑的。我覺得那些故事離我太遠，甚至懷疑是不是媒體為了流量而進行的誇張敘事。畢竟在現代文明的邏輯裡，這些行為顯得太過荒誕。但直到今天，當我真正站在這片土地上，在這個號稱世界燈塔、擁有最強法治和軍事力量的美國，當我親眼看到中共的黑手就身在我生活的這片土地上，我才徹底清醒。那些傳聞不是捕風捉影，真實的邪惡往往比流傳的劇本更沉重、更龐大。這次的中國領事館聘請的保安行兇案，在宏大敘事中或許只是件小事，但小事往往像一面破碎的鏡子，折射出整個體制的底色。一個受雇的保安，憑什麼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自由民主的領土上氣焰囂張的行兇？
這種近乎病態的底氣是從哪來的？用常識想一想，黑社會裡的小弟之所以敢橫行霸道、殺人放火，從來不是因為他個人有多勇敢，而是因為他背後站着一個能為他平事、給他撐腰的大哥。這個保安背後的大哥是誰？是不惜一切代價輸出恐懼的暴力機器，他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獨裁專制体制。如果這種令人窒息的暴力都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洛杉矶街頭横冲直撞，那麼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些陽光照不到的角落，在中共嚴密控制的國內，那些為了公平正義、為了民主憲政而站出來的抗議者，正在承受着怎樣非人的折磨和摧殘。我想對所有身在海外堅持發聲的朋友們說，請務必保護好自己，不要低估了中共邪惡的膽量，更不要用文明人的邏輯去預判野蠻人的底線，尤其是身在國內的同仁，無論是為了民主憲政，還是為了最基本的維權，請學會自取，學會保護家人。你們是希望的火種，必須留存，然後點燃新中國的民主、憲政和法治。最後，我想對那個不可一世的中共政權說幾句：你看到了嗎？你那所謂的鐵桿兄弟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剛剛在委內瑞拉迎來了他的結局。當美國軍人的斬首行動發生時，按理說那是委內瑞拉的主權受侵，可當委內瑞拉的老百姓知道他們的總統被成功抓捕到美國受審時，卻在狂歡，在歡呼。當一個政權的倒台成了民眾的節日，這就是對民心最諷刺的注腳。中共，你們今天有多囂張，老百姓心底的恨就有多深。習近平和中共，請記住，當歷史翻篇的那天，如果你們被國際法庭帶走，那將是你們最大的幸運，因為那裡有你們從未給過人民的程序正義。可如果你們落在了中國人民的手裡，你們過去是怎樣愛中國人民的，人民就會用同樣的方式加倍的愛回去。這一天不會太遠。Night, ¿qué triste? Buenas noches, ¿no? Night, Happy New Year.